大家好，今天给大家介绍这几天的一个比较著名的访谈访谈者呢是名为 The Diary of a CEO 这个 YouTube 频道的主持人拥有320万订阅者是个相当有影响力的自媒体人。被访谈者是苏莱曼是人工智能领域的顶尖人物，而采访者呢是有影响力的这个自媒体人。所以呢，这场对话为观众提供了了解人工智能最新进展的一个窗口是一次意义重大的交流。那这场对话的原因是因为苏莱曼的一本新书苏莱曼对 AI 技术不断发展后的未来感到担忧他与作家 Michael Baska 呢合著的新书 The Coming Wave: Technology, Power and the 21st Century's Greatest Dilemma 即将到来的浪潮讲述了苏莱曼对未来感到困扰的原因，提出了他想到的 AI 制衡计划。大家知道穆斯塔法·苏莱曼是一位人工智能领域的著名企业家，他是谷歌人工智能部门的创始人之一后来离开谷歌之后呢，自创了人工智能创业公司 Anthropic 目前这个估值大概40亿美元。Anthropic 开发的大型语言模型派颇受关注。那苏莱曼呢多年来致力于推动人工智能在商业中的伦理的应用并受邀呢在世界各地与政要谈论人工智能政策。苏莱曼呢是全球最重要的人工智能领军人物之一。那本来是想做成一个 reaction 的节目，这个一个是采访确实很长1个小时零46分。第二个呢，我不确定会不会有版权问题，所以呢我就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访谈的重点。感兴趣的小伙伴呢可以看这个视频的原版那么这里边呢就是有很详细的介绍。那这就是苏莱曼这是这个访谈者那么目前来说呢这个视频呢播放量呢还是不错的主要是苏莱曼呢对他未来对人工智能的看法一些独到的见解那穆斯塔法·苏莱曼的关于 AI 的关键点总结了一下大概就这几点第一个呢是 AI 技术进步迅速，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但也存在潜在的风险。那苏莱曼认为呢，政府应该加强监管，限制 AI 的技术滥用。套用一下LK99 的这个话题的时候，有禁和导，对吧？那对 AI 技术也有限制，有禁和放两个观点。那禁的这一方就不用说了，前一段时间马斯克纠结了上千人是吧建议大家怎么样的，但是也有放的。禁和放两方面都有比较强烈的人物，甚至都有获得图灵奖的这些大神。那苏莱曼他建议的重点呢以下几点。第一呢是安全性，开发呢友好的 AI 来约束其他 AI。 第二个呢是审核，监控开源 AI 模型的运行。第三呢是控制要点，限制芯片和互联网基础设施的使用。第四个是税收，通过征税来控制 AI 公司的发展速度。第五个呢是教育，利用 AI 税收资助员工再培训再就业。第六个呢是国际合作，各国需要就 AI 监管呢达成共识第七点呢就是道德规范，建立 AI 的伦理守则再一个呢第八点就是无人机管理应该限制具有杀伤力的无人机。这个话题今天我也录了一期还没有剪完，就是关于一个竞速 MPV 的那个视频，大家可能看过。第九是信息安全应对 AI 生成的假信息。那最后一点呢就是公众参与，提高公众对 AI 问题的认知。那么萨勒曼呢认为尽管困难重重但我们必须努力确保 AI 能够被控制和规范化，服务于人类的整体利益。政府、企业和公众都应该参与到这个进程里边。那1984年这个苏莱曼出生在伦敦的北部，他的父亲是叙利亚人，母亲是英国人，他是在贫困中长大的。16岁的时候呢，父母分居并移居国外，留下了他和弟弟自谋生路。后来他在牛津大学学习哲学和神学，但是在1年后他退学了。苏莱曼在这个他的书里提到过包括访谈里面提到过那种尤里卡时刻
就是所谓阿基米德的尤里卡时刻。就像有一天发生了一些事情导致了顿悟，就是他讲了2013年之前的一个时刻。他记得当时他站在办公室里边啊，观看这些由图像识别图像生成的模型，一个非常早期的模型。那这个模型呢，经过训练呢，可以生成新的手写黑白数字啊！你想象一下啊，在一个300像素乘300像素的黑白小网格上啊，用不同的笔记书写0到1、2、3、4、5、6、7、8、9。我们试图训练人工智能呢，以新的笔记生成其中一个7的新版本啊。这苏莱曼说的啊，他说今天听起来太简单了，但是考虑到正在生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照片级的真实感图像，他说现在，他说他记得很清楚啊，当时那个图片花了10到15秒，写决了这么一个数字啊，完全从黑色慢慢变成了灰色，然后突然啊，就在这个白色像素上出现了黑色的黑暗，展示了他眼前的这个数字7。事后看来呢，这听起来是很简单，但是呢，随着人们计算啊，加上大量的数据，使得能够在10年内从生成人的简单笔记，这黑白数字啊，这些图像的新版本，到现在能生成令人难以置信的照片级的真实感。不仅仅是图像啊，而且还有视频，用简单的语言指令和脚本就能生成新的视频啊。所以在这个访谈中啊，我印象比较深的呢是关于2050年啊，未来会怎样这个话题。他说呢，当我们想到人工智能，这个我们并没有真正的思考人工智能啊，那我们想到的呢是这些大语言模型啊，你可以与它聊天，你查询你的作业啊，就像普通人对人工智能的理解，因为啊这是他们所接触的人工智能。那30年后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2050年我们肯定会有机器人了。他说的不是工业机器人啊，而是从感官上和我们没有差异的机器人啊。地球上呢会有新的这种机器人物种的存在。那因为啊，我们在硬件和软件方面所经历的同样的轨迹，也将适用于这个生物学平台。后边呢，他又谈到了他和埃隆·马斯克的一次对话。当马斯克被问及他的孩子，不可避免的将来生活在一个人工智能世界中，他应该给孩子什么建议的时候，他第一次看到马斯克迟疑了，大概停了20秒。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然后他得出结论说，他生活在怀疑之中。苏莱曼认为啊，这个怀疑是一个伟大的短语，这就是我们所处的这个时刻，我们必须这样做，我们必须面对严重的黑暗结果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花时间真正思考这些后果，就是人工智能的巨大发展带来的后果。所以后边呢，他也提到了遏制的问题。技术啊，通常是出于良好的理由或者某些用途，比如说锤子和刀而发明的。那知道拿工具来建造房屋，但它也可以用来杀人。你从历史上呢，我们实际上从来没有能够禁止过任何一项技术，真的，它总是能找到进入社会的方法，因为其他社会有动力拥有它，就像核弹一样。那在主持人问他是否乐观的时候，他说呢，老实说，我不认为乐观和悲观这种框架是正确的，因为两者在方法上都有同样的偏见。他说呢，我认为这会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啊，正如他在书中所说，即将到来的浪潮就是 the coming wave 啊。从表面上看呢，遏制似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过去没有遏制或者永久遏制过哪项技术啊。有些技术我们做得对，比如说我们禁止了这个氟氯化碳啊，就氟利昂，因为它们是臭氧层啊，这个产生了一个洞的主要原因。另外呢，我们已经禁止使用某些武器，比如化学武器和生物武器或者致盲激光。但不管你信不信啊，有一些东西啊，比如激光啊，可以立即致盲你。你知道我们在某些情况下已经从前沿退一步，但这很大程度上是要么更便宜，要么你在某种情况下很快就有了替代的有效的方案，因为有巨大的商业激励，因为它能带来巨大的利益，做很多好事。这就是我们必须弄清楚挑战，那就是如何阻止这些表面上很好，但同时可能用于非常糟糕的这种方式。
那这个访谈中啊，给我印象比较深的呢，是他对于 AGI 就通用人工智能深信不疑的这个态度。他说呢，我们必须拥抱它，引导它，控制它作为一个集体物种。作为一个人类啊，我们必须认为，你越意识到啊，我们这个集体可以对这个结果产生多大的影响力，它就越有力量，越有利于人类。因为从表面上讲呢，它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工具。那这里边啊，就是什么是友好的 AI 啊？就是其实他这个书里边，包括访谈里边提到多次的友好 AI 来约束普通的 AI。我觉得呢，这个要开发友好的 AI 来约束其他 AI， 就必须得明确好什么是友好的 AI。我认为啊，这个穆斯塔法·苏莱曼呢，他在这儿呢，主要是想表达可以开发一些专门用于监控或者约束其他 AI 系统的 AI， 有点绕口啊。那这些 AI 的目标呢，就是保证其他 AI 系统啊，在合理和可控的范围内运行，防止他们脱离人类啊控制或者产生危害。那当然要实现这个目标呢，必须达成广泛的共识。关于什么样的 AI 可以称之为友好，这个需要技术专家、伦理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呀，多方面对 AI 的功能、能力各方面进行充分讨论和理性判断，建立起整套这个科学合理的评判标准和监管原则。这方面的讨论呢，还处于起步阶段，是吧？需要各国在全球层面上持续推进，才能最终形成统一的这个友好 AI 定义。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是它呢，对于推进 AI 的健康发展是十分必要和关键的。其实这个问题啊，就有点类似啊，我们开玩笑的说，老鼠开会是吧？商议如何给猫系上铃铛，那谁去呢？我这个类比啊，不是很贴切是吧？但那个意思你懂啊。所以在讨论如何规范和限制 AI 系统的时候，我们就面临一个根本性的困境，就像老鼠讨论如何限制猫一样。那主导现阶段 AI 研发和应用的都是人类和人类组织，我们想通过开发另外一个 AI 系统来约束已经存在的 AI， 这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人限制人。而未来啊，如果 AI 系统变得比人类更强大和智能，人类制定的规则未必还能约束他们。这种情况下，我们离开任由 AI 系统啊失控，其实就更近了一步。所以我认为啊，关于 AI 的伦理和规范，人类社会急需解决一些基本的理念，达成共识。实际上呢，这个苏莱曼的书里也谈到类似的东西，就是 AI 呢必须服从人类的利益，不能危及人类的生存关于机器人的几个原则也是这样的。第二个呢是必须建立确实有效的国际协作和监管机制，特别是关键领域的 AI 研发和应用需要透明化监督。那在这些共识上基础上呢，全球达成一致，转化为行动。当然了，具体落实确实比较困难，需要持续的努力。但是如果人类社会不能就这些核心原则取得共识，我觉得苏莱曼说的那个友好 AI 那是纸上的空谈但是全球发展的不均衡性我个人是比较悲观的。AGI 诞生之后很有可能出现坏的 AGI， 这种坏的通用人工智能呢，会来限制和剥夺地球上某些区域碳基生命体的基本权利，最终呢，应该会有一场 AI 大战。大家把各自训练的 AI 都放出来，是吧？是骡子是马，咱们出来溜溜，然后最终会有弱的 AI 被消灭。这估计将来会是某种意义上的世界大战。跑题了我开始编这个科幻小说了。我们接着聊这个苏莱曼友好 AI 的这个话题。那苏莱曼认为竞争会促使大语言模型变得更智能和人性化，这就意味着呢，大语言模型呢将更加能够理解和满足用户的需求变得友好。苏莱曼自己的公司 Anthropic 致力于开发友好的人工智能，这就意味着呢 Anthropic 的大语言模型呢将具有人类的价值观，能够和人类和谐相处。从访谈中你可以看出来，这个苏莱曼呢对人工智能生成技术的市场竞争他是持开放和积极态度。所以他认为呢，大语言模型在未来呢具有广阔的这个应用前景。
那他自己创立的这个公司呢，也致力于发展这技术。他认为呢，竞争会使大语言模型变得更智能和人性化。他的公司可能将来也会有一席之地。这就是最近关于这个苏莱曼大神的一个访谈的一个简单介绍。你有什么想法和建议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今天呢没有聊 LK99 的话题，是因为有一篇论文我还没搞定没读完，所以今天呢就给大家换个口味。您认为 AGI 就是通用人工智能在未来几年或者多久会诞生？咱们做个小调查，会有苏莱曼谈到的友好的 AI 存在吗？请大家畅所欲言再会。